月底至少1/3纺织厂要停工，真不是夸张。批布大厂撑到月底，小厂这几天就得停，缺原料没纱线根本做不了。石油涨价带动纱线疯涨，全靠老库存硬撑。我们拉毛厂勉强维持1周后，形势更难，过半工厂都要放假。工厂又关了，没想到那么突然。去年放假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员工们说，我说过完年大家一起上来，做好一点，都会给大家发工资。现在工作都没了，你们看一下，10几年了，陪伴了10几年。中国经济持续下滑，失业率攀升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加剧，学历几乎成废纸。如今，中国1、2线城市出现大量企业倒闭、外资撤离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寒冬。像是在广东深圳、广州、东莞等沿海发达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受到巨大冲击，遍地萧条，大量工厂倒闭，人员失业流浪街头，包括很多高端人才，民众对生活和前途也越来越焦虑。东莞塘厦又一个大厂撑不住了，倒闭了，门口的招牌都看不清是哪个厂了。你们知道是哪个厂吗？这么大个厂，已经全部都没有人了啊，没有人上班了，已经只剩下几个看厂的。你们有谁在这个工厂打工的啊？工资拿不到了，这个老板跑路了，连夜跑路啊！大晚上叫我们过来拉货，把机器卖掉啊！工厂倒闭了，连夜奔走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视右上角的时间，现在是5点半啊。以前的话，这个点儿，我车间里面机台轰鸣，人声鼎沸，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了。所有的机台你看，全部都已经灯都已经关掉了，电都已经关掉了，车间的人都已经全部下班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已经实行5天8小时了，也就是说，普通的员工的话，1个月只能拿深圳的保底的底薪。开工的第3天，因公司生产订单不足，就正常上了1天班。工厂从2月25号起放假2周。为了能正常开工，有些人在高速公路上堵车30多个小时，有些工人为了1张车票，手机上都抢不到。有些人为了能正常开工，提前2天就到了。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正常开工1天就放假了。1月之间，整个浙江的厂都停得差不多了，唯独咱们宁波鱼油的舜宇现在还能扛个几天的时间。兄弟们，我可能活不下去了。我来到物流这里，老板说你不用你了。我说为啥呀？他说昨天和你一起搭档的不要你了，嫌我没劲儿，干活磨磨蹭蹭的。太难了，找个工作就这么难吗？浙江已经滞留了30万人，什么概念啊？每天有30万人在不断的找活当中。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可能说这个地方说要人要20个人，但是他能去200个人、300个人，甚至更多。所以说呢，就一直在挑挑拣拣。现在发现进工厂的人、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往年过完年出来都是一大堆的人在外面找工作，现在人影都没见几个，人到底都去干嘛去了呢？近日，一名学习音乐从英国留学回国的中国女孩，在墓园里做职业扫墓人，引发热议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这位00后女孩子的名字叫小白，大学读的是音乐系，毕业后去了英国留学。回国后，她选择在河南洛阳一座墓园里工作，代客祭扫，也就是网上所说的职业扫墓人，让许多人感到意外。小白说，职业扫墓人的工资并不高，现在每个月工资差不多4000多元。代客祭扫的工作通常是他要手捧鲜花，对着墓碑深深的鞠躬，然后轻轻擦拭碑面，
摆放贡品，同时拍下祭拜的过程发给逝者的家属。清明将至，小白的工作开始忙碌起来，他每天都要鞠躬上百次。很多人问他，你一个女孩子在墓地工作怕不怕？小白说，最近自己就是一个人住在墓园的山上，说实话一点也不怕。00后做守墓人的一天。糟了，护身符忘带了。不需要加班，也没有夜班，管吃管住五险一金，没有尔虞我诈，不用内卷，不用冲业绩，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偷吃供果。成都到底有没有工作？找了20天了，今天是在成都找工作的第20天，过完年就来了，到现在还没找。哎呀，我真服了。比找不到工作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，就是现在的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。26岁的我加迷茫加社恐，等于完了。找工作才知道，原来大家各有各的惨法，大家都看着光鲜亮丽，其实都要疯了。我也有点分不清了，是我真吃不了苦，还是就业环境大多数如此。记得高中毕业那年的暑假经常打工，产线上12小时2班倒的打螺丝，我都可以坚持。现在的我好像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了。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今年深圳的地摊行情居然这么惨淡。年前我们一天还能卖个8、900呢，这年后每天平均只能卖600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了呀？不就过个年吗？这过年过着怎么经济还过倒退了呢？这每天只能卖600块钱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是顶不住了呀！哎，不说了，我先收摊了啊。啊。整个这一条街都是这种三轮车推过来，地摊经济。20岁，我亏了10万块钱，把电商攒的血汗钱和家里边人要的3万，全部都打了水漂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比起没了钱，最疼的是被我浪费掉的青春。这堂用10万和青春换来的课，我替你们上了。这3月马上都要过完了呀，今年的生意就怎么一开年就这么难？明明就是开春了嘛，本来想着应该旺季应该到了吧，那怎么现在的顾客压根换季都不带买衣服了？那刷朋友圈啊，同行不是在清库存，就是搞什么低价促销。这春款刚上来没多久嘛，那现在搞低价，那后面的衣服还咋卖嘛？哎，但是我也理解啊，现在街上压根就没有人。你说衣服不促销，那等着天气稍微热一点，那不又成了库存了？那每件衣服不都是我们从市场上精挑细选拿回来的吗？你说你看着它挂在那，每天也不动，心里真的不好受。也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只能选择摆摊。不少人经营小吃，勉强维持生计。去年大学毕业的一位女孩表示，她毕业后回到老家县城摆摊卖火鸡面，一份卖2块钱，放学时间出摊，几十份很快就能卖完，毛利50%，工作时间只有下午时间，收入不高，但能养活自己，而且比去上班轻松自由。另一名摆摊卖饭团的网友，每天收入300-400元，只休息2天，总收入扣掉进货成本，净收入5000多元，扣掉生活开支3000多元，真正到手不到2000元。饭团摊主说，花2个小时备料，早上6点出摊，3小时卖完，比上班强多了。今年的3月份生意真的没这么惨过，不知道你们生意怎么样啊？我问了很多人，都说3月份特别清淡，特别冷淡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做图文广告，做广告的那些工厂3月份都有亏，以前从来没有亏过的。3月份属于开年，属于旺季，对于我们做电脑来讲，也是最旺的那么2个月。我们今年业绩下滑了接近40%吧。今年的餐饮生意惨淡，很多店根本就熬不过2026年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今年的羊肉串已经彻底进入2元时代了，各种的溜大串、卷低价的店已经开始了啊，而且都在喊着是香肉。有许多老餐饮人已经被打懵了，干了10几年的烧烤，结果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个新兵蛋子，店里人越来越少，利润越来越薄。2026年啊，我们这个实体店的生意啊，到底何去何从啊？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
还是我们南京的市中心啊。我从前面走过来，走到这边啊，这一路倒闭率至少有40%左右，好多铺子门口都贴着出租转让。来，你看这个铺子啊，这个中心小面开了没几个月啊，倒闭了啊，在出租。鸭脖子店这个绝味鸭脖也退掉了，也在出租。那这一家这个张巴士，这个做川味小炒的啊，这也才开几个月又倒闭了，现在要转让。这条街啊，人流量都很大的，人来人往。你看这个还是在市中心，都这个样子。都说做餐饮神仙难过30月，此时此刻晚上6点半，正是晚上的饭点。给你们看看商场负一楼这些餐饮店的现状，看到没有？家家都爆满，根本就坐不下，门口还有排队的，服务员连收桌子都来不及。天哪！我就想问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生意啊？说个行业的现状嘛，就说是虚构演绎，让我说好了总行了吧？说实话，我真觉得这是行业的悲哀。正是饭点的时候，堂食店一个人都没有啊！现在都已经清明了，那很多五金店门都不开，是什么情况？我跟你说，很有可能以后也不会再开了。很多建材的老板啊，心里肯定想过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如关门算了。但这个门呢，也不是说你想关就能关的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你不一定关得起。我们先不说自己甘不甘心啊，放不放得下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就是你仓库里的货也不允许你关门。你转行又能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很多人干建材啊，是干了一辈子的。所以呢，但是继续开店呢，又要面临着房租、水电、人工、仓库，一年压一年，赚的钱呢，可能还不如去打工。现在实体店的生意难做到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周末2天，店里一个人都没有进来，对面的精品店也在清仓大甩卖，再过10几天就要撤店关闭了。听老板娘说，现在生意根本做不下去，年轻人进来只看款式，转头就上网搜价格做比价，压根儿不在乎质量怎么样。实体店有房租有成本，怎么拼得过网店？看着这么多招工的，却无从上手啊，太多了，越看越迷茫啊。在顺德哪个角落的厂都有，什么永贵啊、乐流啊、杏坛啊、石龙岗啊，好多地方，反正下着雨都有这么多人来看工作。广西的老乡们没找到工作的赶紧来啊！有粉丝问只剩10块生活费，如何活1个月？早上喝1/3的矿泉水就可以饱了。有条件的建议喝热水，不然会拉肚子。去教室的路上被同学投喂了，花了2块巨资请我吃鸡蛋，当时好像脑抽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鸡蛋壳不能浪费，鸡蛋壳它补钙。其实人活着的成本很低，特别是你一个人在郑州。我这周吃饭只花了不到30块钱。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就知道，我上周买菜只花了36块钱。但是呢，就这36块钱的菜，我过了1周还没有吃完。而且我的1日3餐呢，都是在家里解决的，即使是上班，中午也是自己带饭。中国快刀财经公众号报道称，截至2025年末，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虽达9.53亿，但仍有近2/3的人口生活在县城及以下区域。机构报告显示，全中国近70%的县域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低于3000元。在中西部普通县城、超市收银、小区保安等岗位，月薪多在1800至2500元之间。文章表示，在中国1800多个县城里，有近9亿人正在用3000元的月薪过活，而他们的生活才是中国经济最真实的底色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